好，我们继续啊。刚才讲完了这个杨二小姐啊，现在我们就看后面的真正的把这个缅北的这些毒品啊怎么发展成市场经济做起来的，然后成为了民间的第一代教父的这个叫罗兴汉的。罗兴汉刚才大家知道了，他是相当于是杨二小姐家的管家。你看为什么一样的，跟我们讲的这个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一样的概念？为什么这个50年代的这个中国人的聪明，60年代中国人聪明都做不起来了，而不是做不出来像这个马云、阿里巴巴，还有任正非的华为，是吧？王传福的比亚迪，雷军的小米，为什么50、60年代人也聪明，但是70年代啊等等啊这些都干不起来了，主要因为这是国有嘛，是吧？它是相当于是计划经济，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活力啊。等到后面到了这个入世贸还有改革开放，是吧？春风什么满地啊，然后其他外国人美国人来了，这个投资来了等等哈，这样才做起来的。一样的，这个罗兴汉呢，他的崛起呢，为什么等杨二小姐退出，然后罗兴汉崛起了？这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首先他就走的这个民营的这种经济了，相当于是另外一种改革开放。而这个美国打越南战争，所以有大量的这个美军他就驻扎在这个越南，还有驻扎在这个泰国。那美国平时干嘛？就比如说吃喝玩乐啊，是吧？所以说才促进了这个美国在金三角这个地方的鸦片贸易啊，开始出现了蓬勃发展。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说缅北的毒品生意忽然在60年代出现井喷的增长，那与美国的越南战争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的话，几十万美军在越南就形成了庞大的这个毒品的购买力啊。随着美军的撤退，这些购买力并没有消失。美军撤回本土之后，它的购买力实际也就把金三角的这个鸦片这些生意啊，这些东西带回到美国本土啊。然后墨西哥的这个美墨边境这种贸易区啊，毒品贸易区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说，在金三角本地人眼里啊，罗兴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啊，叫他叫鸦片将军啊。他是在这个杨二小姐被抓后，然后这个杨二小姐的卫队长兼卫队长啊，就相当于是卫兵嘛，是吧？兼任这个财务总管，相当于是杨家将。之前杨二小姐呢，作为杨家的土司，就他们当时是相当于是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和平的年代，所以说在金三角本地的老百姓眼中呢，还有这个罗兴汉啊，在这个海外，在中国人的这个眼里啊，罗兴汉相当于是雄霸海外的这个有良心的孤忠啊。什么叫孤忠呢？因为他这个罗兴汉，他当时即使说他在做鸦片生意，做这些毒品生意，但是他就说他不卖给中国，他不往中国一克都没有卖啊，他只是相当于只往美国那些地方卖的。而像现在这种缅北啊，不太像现在这些地方不太一样，什么抓腰子、割腰这个相当于现在这个什么抓过去呀、嘎腰子啊等等啊，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罗兴汉那个时代，他是保护中国人，他也不杀中国人，不害中国人，在美国人这个眼里面就不一样。美国的总统啊，相当于把这个罗兴汉当作是一级通缉犯啊，国际通缉犯，头号大毒枭。尼克松他亲自这个电视
讲话的时候就骂了这个罗兴汉，叫他鸦片将军、海洛因将军。后面罗兴汉他这个人他就投降了这个缅甸政府，他也被捉过，就洗手不干了，然后缅甸政府也特赦了他，又没有毫无偶像包袱，最终就到了这个仰光开了一个面包店啊，也养活了自己一家人。作为一代毒枭，30-40岁的时候下这个厨房烤面包，他又不是没有钱是吧？因为他当时那个儿子还在继续运鸦片，有的是钱，他居然就甘愿到这个缅甸首都仰光烤了几年的面包。他的面包据说是货真价实啊，从不预制，都是现烤的，所以开了这个烤面包房。师傅早上3-4点钟起床，自己也养活了自己的全家啊，丰衣足食。经过了这几年的蛰伏之后了，而赖温将军很是佩服，是吧？作为当时缅甸的这个大独裁者，就跟他商量啊，这个怎么平定这个缅北乱邦之策。当时罗兴汉他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相当于这个朝廷又给他启用招安了这个宋江的那种感觉。他就关了这个面包屋，又跟这个缅甸的这个赖温将军又形成了莫逆之交。缅甸人呢，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斩尽杀绝啊，这个就相当于跟我们这个观念不太一样，我们可能说要斩草除根是吧？赖温这个政府的话，给了这个罗兴汉，认为这个人还是可教可用啊，给了他很多特权，所以说罗兴汉他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啊，成为亚洲的贸易公司，挣这个干净的钱，他再不贩毒品了。然后比如说这个仰光的机场啊，仰光的高速公路啊，仰光的这个港口公司啊，收费全是他家的。比如说机场、高速和这个港口啊，跟那个谁啊，现在这个叫做香港的那个叫什么香港的那个首富是叫什么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的哈？那个他现在不是在买了很多港口嘛？那个李嘉诚啊，是吧？他在欧美啊，在很多地方他都买了很多港口，一样的哈。像这个罗兴汉后面他也是不搞毒品之后，他搞这个正规的公司，也都是搞这种。老罗的家族的一生，尤其是在延续中国文化这个努力上，他是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这个贡献。一直在这个缅北开这个中文的学校，后面等他跟这个总统关系也好，跟哪一个将军也好，是哪一个县或者是里面敢关这个罗兴汉的学校，没人敢关。然后罗兴汉就说我把这个学校开到军队里面去，那些县长啊市长说算了，那所以说这个罗兴汉把这个缅北的中文教育还是做了一个重要的推手，没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缅甸的很多人啊讲话很多都会讲中国话，跟他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这个缅北它那边有个叫做善邦啊，就是善邦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邦。为什么念善呢？善其实在泰语那边就是傣的意思啊，傣族在中国就叫傣族，其实在泰国有是吧？泰国是不是就是也是傣的意思所以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说就是缅甸的善邦跟泰国这个泰也就是傣嘛，是吧？也是傣，跟我们中国就叫傣族。泰国就叫泰族，这都是同样的一个族，是的。在缅北的那边还有一个叫善族，它是占绝大多数人口，接近这个泰国的地方，缅北和云南的地方，因为云南傣族也很多，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善邦，是缅北最大的邦，人口和民族都是最多的，所以出了后面的大毒枭，比如说这个罗兴汉，还有坤沙，经常看香港香港的那个电影里面都有一个叫坤沙的，包括现在收复了这个缅北四大家族的这个什么彭家声啊，
那个都是出生在这个这个叫做上邦那个地区的，号称民间三雄三代教父，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比如说他们几个，罗兴汉是1934年是最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昆沙的是1933年，还有彭家声1931年，都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罗兴汉虽然说年纪小，但是的话成名却最早，因为他是跟这个杨二小姐关系最亲近，不仅是他的卫队长，也是这个杨二小姐的就是财政部长啊。他从小就有念书，当时念的是李弥将军。当时他到了这个缅北，不是自己还开了一个类似于缅北的防捕军校啊，当时他念的就是这个，就是念的这个学校。所以说这个李弥，包括后面他培养出来的这个罗兴汉，还有后面的这个后面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昆沙的哈，这几个大毒枭都不往中国卖毒品的，知道之前他们都是明确规定。所以说跟这样话又说回来啊，跟以前这个李明开这个缅北的这防捕军校，给他们教导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啊，教导这个可能还有很大的一个渊源关系啊，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啊，这可能是吧。然后他一生比较正直啊，又比较清廉，而且还因为这个杨二小姐救过他一次，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有犯错的时候，比如说他经常就是去赌博啊，是吧？染上了这个毒瘾，不是赌就是赌，然后欠了一身的高利贷。然后杨二小姐帮他还完了这个赌债，债务清理完了之后，杨二小姐对他说了一句话，改变了他一生：做事要走正路啊！没想到别人在缅北，就是搞这个毒品生意的，居然给他的卫队长说。做事要走正路，搞毒品的要走正路，就是不要去赌，不要去赌啊！看来这个赌还比这个毒还更厉害，是吧？因为这个罗兴汉跟杨二小姐的渊源最深，所以说，最早发家的罗兴汉家族，就是有背景啊。那其实这个罗兴汉家族，他自己也有这个由来，也有一定的这个由来，就是说他是叫做南明，就是明朝是吧？就是明朝不是有就是其中有个在北方，后面还有个什么南明，是由朱由什么皇帝身边的副将啊，就是他的祖先啊，是他的家谱也是从江西南昌那边过来的。然后这个是朱由榔还是朱由什么，一路南退到了缅北的时候，带着他家老罗一家子也退到了这个缅甸啊，然后已经过了 N 代了，应该有10代了吧。罗兴汉13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杨二小姐的学校里面念书，所以说他学到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也是有文化的，学汉语升国旗，但是他升的是国民党那边的旗帜啊，教的是国民党那边的整个政治的这个叫什么相当于是国民党台湾走的那一套吧啊，教的是那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他对我们这个国人啊，对我们中国华人这边可能还是很好。他比如说卖毒品，他不卖到这个中国来，是吧？可能也跟这个有很大的一个一个关系吧。但是这个杨二小姐为什么说挂在这个吉普车上，就是自己有点傻哈，就是开这个吉普车乱撞，然后居然撞。当时1953年的时候，不是跟缅北的军政府跟这个李弥还在大战嘛，是吧？然后这个杨二小姐家就是作为当地的土司，跟这个李弥就是国民党那个逃过去的那个那些残兵败将，他们是一伙的嘛。那杨二小姐自己开着个车，居然闯到了这个缅甸军政府那个地界上面去，然后他那个口气也不得了啊，闯过去之后，别人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杨二，杨二是谁呀？我就是杨金秀啊，把别人那些缅北的这个军阀的这个军队吓了一跳，赶快把人堵起来，直接给他抓起来，然后在监狱里面给他关了个几年，关了5年吧，差不多。
当时这个罗兴汉，关了1年还是多久哈？后面好像又关了一次还是怎么回事啊？我刚刚看不是看他后面好像是说又关了一次吗？那这一次的话他不是讲了后面就是有雇佣了1万的这个叫做库尔格另外一个雇佣兵啊，就是然后罗兴汉带着这些人去打这个监狱，就真的把这个杨二小姐给救出来了。据说当时这边雇佣兵这边还死了几十个人呢。